好，小朋友，咱们接着学习复习4，我们来看看屏幕吧。第一道题呀，叫做苗苗读读，描一描字母，读一读它们，看看你认识了没有？看看你会不会把它们区别开。这里有红笔写的，有黑笔写的。那么我们在描的时候呢，一个一个的描写它，一边描一边把它读正确，一边描一边想它是哪一组里边的韵母。它读的时候注意是前鼻韵母还是后鼻韵母，这样呢你看读的时候是不是就很清楚了？一组一组一组，不混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2题，我会连。先看一看周围哪几种动物，接着呢再来读一读中间的汉语拼音音节，把每一种动物和音节相应的把它连起来。你比如说孔雀，还有呢丹顶鹤、鹦鹉、骆驼、大熊猫，还有呢这叫什么呀？赶快读，对，长颈鹿，一定注意第3声，长颈鹿。狮子、老虎，注意2个3声字连起来读的时候，老虎它就有点变音了，你就不能读老虎，不好听，老虎这样去读，好吧？接下来我们看秋游你想带什么？这个时候啊，你可以读一读，画一画，先想一想，真的如果你去秋游需要带一些什么呀？比如说手绢啊，还有呢雨伞呀。那么想好了自己带什么，再读一读音节，看看音节里边提示的事物你想到了没有？你想带的音节是不是都帮助你写出来了？这样呢，用音节提示你需要带的事。那么还有呢，用你自己带的这些物品呢，来补充这些音节。你看，这样你秋游所带的物品就齐全了，学习和生活也就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。这些音节呀都不难读，要注意，有的是整体认读音节，有的是3拼音节，那么要把它读清楚。接下来你看，提示你吧，对，你看，好，你想全了吗？你是不是还有补充？赶快做吧。下边我们看有一个讲故事的练习，非常有意思。在一条小河的两岸，远处我们看到了学校，近处呢我们看到了果园。但是呢，小河呀只有一条独木桥连接两岸。小白兔啊背着书包要过独木桥上学，小猴子跟着妈妈呢也要过独木桥来摘桃子。独木桥只容1个人过桥。那么这个时候小猴子和妈妈在说什么呀？小白兔又在想什么呀？他们怎么样过桥呢？谁先过呢？你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编一个故事，讲给大家听，看谁讲的最好听，谁是最有礼貌、最懂谦让的孩子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词语。这些词语呀，有的是我们在前边读过的，有的呢是我们学的单字组成的词语，读一读。老师、大家、花朵、草地、小河、大桥、水田、
风雨，一边读一边想，这些字在哪里见到的？词语说的事物、事情或者风景，你见过没有？好了，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非常美丽的秋景，树叶一片一片的掉下来了。这里有一首儿歌，我们来读一读。秋叶飘飘，红色的蝴蝶，黄色的小鸟，在空中飞翔，在风中舞蹈。不是蝴蝶，不是小鸟，是红叶舞，黄叶飘，像秋姑娘发来的电报，告诉我们秋天已经来到。多有意思的一首儿歌呀！你可以读着看着把它背下来。好，最后我们这里边看到的是我们所有的声母，按着组，按照顺序正确的把它读出来。这里是所有的韵母，第一行是单韵母，从第二行开始都是复韵母。大家注意读的时候，一定注意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。最后是16个整体认读音节。整体认读音节是标上调就可以只是汉字读音的。这16个整体认读音节，大家一定要记牢、记准、会用。好了，小朋友，汉语拼音我们全部学习完了，希望大家在后边的学习汉字中不断的用拼音识汉字，用拼音去读故事书。好了，小朋友，我们这课就学到这里。